朋友们，上期我们了解了农村人大多只剩中老年人务农以及稻谷秋收。今天我们骑着电瓶车，原本计划去参观一处高山生态茶厂，因为我的德国朋友从来没有见过茶树。从我家去那里其实不是很远，大约20多公里，但是走了大约10公里后，就一直在爬坡，最后到达茶厂时，估计呢爬了600米相对高度。工程县城海拔大约150米，那个高山茶厂的海拔大约在700到800米。一路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植被的变化，最后在海拔大约700米的地方是芭蕉的分界线，再往上就没有这种植物了。从这地方开始可以看得见野生的这种香蕉或者芭蕉了啊。这是首先看见了我们从上面下来，路边长满了很多的野草啊、藤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树。你看，这植被特别茂密，然后这里就是芭蕉树啦、香蕉树、芭蕉树，特别的茂密。看，它在一个山谷里面，下面也很多，前面也还有，就像那种热带的风景啊，那里有果实呢。拉近一点，大家看见了吗？在画面那个地方就有很小的这种香蕉。我们的老外朋友跟着在后面。之下随处可见野生的芭蕉。其实参观茶厂最好是春季，因为春天才是采茶季，秋天的茶不好。后来才发现，我竟然没有拍视频，只拍了几张照片。背景是我们县的最高峰，叫银锭山，它也是临近几个县，包括邻省湖南省江永县的最高峰。以前秋变呢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每年这个山顶啊都有白雪，远远望去就像一座银色的宫殿，估计这是该山峰名称的由来。现在气候暖化，每年山顶积雪的天数已经很少了。在我们回程下山的路上，看见路边有果农的果园，我给德国朋友解释说那是百香果。出于好奇，我们想看看这家山里人的果园，女主人欣然答应，于是我们自己去果园。我们今天来宫城的大江村，这里属于大江村对不对？是啊。宫城平安大江村。黄泥界。黄泥界，这里是黄泥界。开始我们路过的时候，以为这里是百香果，然后呢，这家的主人说不是，是什么东西？是罗汉果。罗汉果，你看这是绿色的，我们见到罗汉果一般都是棕色的，对不对？是啊。啊，你种了多少啊？这里？种了600棵。600棵。那一棵可以有多少个果实？有150个左右。150个，600棵就是9万棵，对不对？对了。9万棵。我们有个德国朋友也来玩，今天来参观他的这里，这个罗汉果。德国朋友，对，你好，你好。然后呢，他觉得很有趣。原来我们以为是百香果，所以他想来看看。不过呢，罗汉果我们也没有见过，所以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啊。是啊。我们这位农民朋友说，他有600棵，对不对？是啊。一棵就可以大约有150个果实哈。是啊，对了。那你们这里的果实有老板来那个采购的吗？有的。他不回收的。老板叫你们种？老板叫我们种，他收了10几年了。来采购10几年了。那不错啊，等于说你就不愁销售，对吧？不愁的。像他这里这种价格来收购价格，你可以说说吗？可以的。像这种大颗的多少钱？大概？大颗的有8毛钱左右。就是越大的越值钱是吗？前的是这个大个1块5啊。1块5一个啊？前的是啊。哎呦，为什么今年差一点价格？去年没有价钱这么好。每年行情不一样。每年行情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去年种林太多了，因为它的产量太高了。今年种林少了，又提升一点。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来收购，
你说今年的价钱没有去年好是吧？是啊。哦，哎，我算了一下，如果你大概是900个这果实，那你一年有5、6万块钱左右是吧？那差不多4、5万、5、6万。是啊。就是你们俩，就是你和你的老婆在这里种，对吧？是啊。你们相当于你们2个每年的收入大概有5、6万，全部收入有5、6万吗？还是怎么样？可以。除了罗汉果还有什么收入？没有其他什么，有一点那个八角。芭蕉可能没有多少钱哈。哦。今年才种的。就是你们以罗汉果为主。我们基本上都是我们老人家在家里面就是搞一点生活费嘛。一点生活费4、5万、5、6万一年不错了。除了自己的那个开支，一年可能有3万块还是3万多那个存款。可能这超过3万多一点点。哦，3万多存款，那不错啊。你们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我刚才看了。你有几个小孩？有2个。哦，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还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哦，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他们在外面读高中呢。但你看上去年纪不大呀。有差不多将近70岁了。没有吧？明年是70岁了。Rat mal, wie alt ist er? Ich habe keine Ahnung. Rat mal vom Gesicht her. 55. 我问他多少岁了，他说55岁左右。他说你55岁。不止了，我5、6年了。5、6年的。5、6年是68岁是吗？是啊。68. Wow. Sieht jung aus. Er hat gesagt ungefähr fast 70. Wow. Ich glaube das nicht. Wow. 你看上去比较年轻。年轻。对，68岁，你说差不多70了，我不太相信啊。不错。你觉得生活怎么样？现在？生活还一般般吧。一般般，能过得去，对吧？是啊。你们这个硬路什么时候修的？这个硬路是20年前还是哪里？什么时候？有15年了吗？没有。还没有。那就20多少年了？2017年。2017年才7、8年。2017年。修了路就方便多了，对吧？那方便多了。我们享国家的福啊。享国家的福。你看我们在这里这硬路，他说是7、8年前修的。是啊。修到家门口了，然后这是他罗汉果基地。估计是你们那个前辈的那个坟墓也在这里。是啊。比较方便啊。我们坐电瓶车过来的，你看，这是他的家，有很多的玉米。刷抖音啊，在刷抖音啊。他觉得这玉米很漂亮啊。Ja, die Farbe ist schön, gell? Ja. Das hat was. Was macht man damit, wenn er getrocknet ist? 他说那个玉米是给什么吃的？给猪吗？还是？给猪吃啊，鸡鸭吃个。鸡鸭猪是这样啊。Ja, für Schweine und Hähnchen so。对，因为我们想去看那个茶厂。Jetzt weiß ich, ob das so gut schmeckt wegen dem Mais. Die Hühnchen. 他说现在他知道我们这里的鸡肉怎么那么好吃，因为呢，这饲料比较好。他说。还是我们在这里。不用，太早了，不用。要吧？不用。我也不要。我们这个老乡他说叫我们在这里吃饭，我们说不用。现在而且也太早了。这个老乡还说想杀个土鸡，我说根本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谢谢。我们有缘来这里相会。有缘千万里来相会啊，对吧？我们有缘啊，我在德国人啊。不用客气。这里是摘下来的罗汉果，你看，是青的啊。是啊。这是小个的，
这是这种很大果，这是很大个。这是大果，那特是大果，特大的果，对吧？这是特大果。这是特大果。哎，这个卖现在能够卖1块钱左右是吧？这个可以呀。这是8毛左右是吧？这8毛左右。那个是5毛左右。这5毛。5、6毛。5、6毛，还有一点没有去摘下来。可以。可以。这个老乡他应该送几个给我们，我们感到不太好意思，因为他可以卖钱的。没关系的，这个大大小小的可以到处去嘛，是不是啊？你不要太多啊，不要太多。这个泡茶喝你切嘛，我告诉。放点姜，放点。我告诉他了啊。放点姜。Inva und Honig plus das，sehr gut。Aufkochen oder nur kaltes Wasser？就是说，先放到开水里面是吧？放到开水一起煮。要煮啊？放到开水一起可以了。要熬这个15分钟可以。要放到开水里面去熬。熬15分钟。好的。好，这个一壶水呢，就放一个一壶水放一个。Eine Kanne nur ein Stück。好了，谢谢。老乡非常热情啊。刘先生，是刘先生。好，朋友们，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吧？这是中国移动的光缆。我现在在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山村，估计这里海拔大概700-800米左右。我们刚才去参观了一个茶厂。然后呢，看见旁边的老乡他们种了罗汉果，所以呢又参观了罗汉果相当于基地。老乡呢硬要给我们一些罗汉果拿回去，你看这袋里面就是罗汉果，他说是送给我们这个德国朋友的礼物。Geschenk für dich. Diese Buddha-Frucht. 罗汉果，我说是 Buddha-Frucht. Heute Abend. Ja. Kochen wir zusammen. Ja. Wir zusammen machen Tee. Was denn das hier? Glasfaser 是德语，是光缆的意思。Guck, in China Glasfaser über in Lestendorf. Was? Arsch der Welt. Genau, im Arsch der Welt gibt es Internet und Glasfaser. Wahnsinn. 好，我们继续赶路，这都是原始森林啊，但是呢也有硬路这里。你看，这是水泥的，大概有2米多宽，3米宽左右吧，大概可能这样，可以拼排2个人坐那个电单车或者电瓶车，我们就坐电瓶车的啊。离那老乡那里大概2公里，我们一直在下山。你看对面是那个高山的山顶了。我们现在来到一个转弯的地方，拐弯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得见，在远处的群山，那是我们宫城县城大概那个大方向吧。你看我们几乎在山顶啊，可以看得见那个群山，我再拉近一点点，大概可以看得见，对吧？我们在群山之顶，然后这种盘山路前几年修的，一直修到这家老乡的那个他们村，那个村只有几家人啊，几户，但是呢那个里也通那个光纤光缆，可以上网。好，我们继续赶路。Wir sind sehr hoch, oder? 我说我们现在很高了。Wie hoch, weißt du? 你知道多高吗？他说他也不知道。我们没有 APP， 所以现在不知道具体海拔多少。我估计700-800米应该有。好，我们来到一条山里的小河这里啊，我们等一下走下去，去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可以游泳。我们现在就沿着河滩走，希望我不要摔跤啊！这里有大的石头比较好。
希望它不要滑，小心翼翼的走。水特别清哦。我们的外国朋友跟在后面。哈哈哈！哎呦，你看，他说不容易啊。这石头挺大的，其实。继续往前走，这水特别清，你看。现在下午2点多。Gut zu laufen？ 我说容易走吗？他说不。他可能不太习惯吧，反正我习惯了。那就在水中间走吧。像这种地方度假挺好的，因为没人，景色也很优美，不像那旅游点人那么多，而且这里又没有门票。这里有点湍急啊，我觉得从这里走过去。你看我的脚，要用手拿着那个石头，另外呢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就这样啊，水流湍急，他说叫我往前走，他有点担心。好，继续往前吧，离目的地不远了。这里其实不难走，就是要稍微小心一点。你看，这个地方转角，这个地方挺好的，这水很清，一如既往的很清。石头有点松动，刚才。来到这个特别好的地方了，离我们放电瓶车的地方大概100米左右，就来到这个好像无人的地方了。水是很清的，跟着它去看看前面吧，探探路。这里有个小的沙滩。看看前面还有石滩，有很多蝴蝶在飞啊。这里是竹子，可以做粽子的那种竹子。看看这河滩的水吧，是透明的啊。河里有鱼，看得见鱼，用肉眼看得见。他把那个毛巾也铺上了，就像在国外度假一样，非常幽静。水是真的很清啊。然后对面的山呢，都是原始森林了。虽然这里没有人啊，但是对面的那个路。有一条路啊，那里还可以看得见太阳能的路灯，所以现在基础设施其实非常完备。然后呢，这一路都有那个光缆通到最后一家人那里，还有水泥路。回家，现在坐着我们的电瓶车回家。今天又出来，来到山里。刚才那个2个农民是打药水的，打农药，在这里。他有点念不忘，不想走，觉得这里挺好的。我们在下游那里没有人的地方，刚才去游泳了。